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ado Sun。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用的最舒服的一个 deck 了，这也是现在环境里面属于最强或者是最强之一的一套卡组吧。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套卡组的主要组成，就是以皮卡丘 EX 为主体而去搭建的一套卡组。而这个卡之所以那么强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础宝可梦，就代表它不需要进化，直接放上场就可以用了。而且它只需要2点能量就能打出90点伤害。它唯一的要求呢，就是你的后备席要有3只雷系的宝可梦。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最大化它的威力的话，我们就要围绕这张卡去搭建这个卡组，那就是需要很多的基础宝可梦，而且是要好用的基础宝可梦。第二张主卡就是这个雷电鸟 EX 了。雷电鸟 EX 好用就好用在它1颗能量就能打出伤害，能帮忙收尾刀，而且它如果3颗能量的话呢，拥有全游戏赌博成分最高，也能打出最高伤害的一个攻击。那它3颗能量呢，最少可能打0点伤害，因为它扔4颗硬币。那如果4个都是反面的话，就会打0，而4个都是正面的话，就会打200。每一个正面就代表50的攻击力。这一副卡组就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攻击输出，又有一个可以很大力又或者打不出来的超大力选手。所以组成的话，最好就是有2张皮卡丘 EX 就放2张进去。而我们也会搭配雷电鸟 EX 去增加这副卡组带给对手的压力。也因为这套卡组原理上是比较速攻型的，非常克制现在环境有大部分需要进化2阶的卡组，比如喷火龙啊或者超梦的。当然了，不是说肯定能赢，但是这套是有优势的。而主流呢，我现在只是搭配一下主要的卡，用的最舒服的应该就是带2张皮卡丘 EX 和2张雷电鸟 EX。那再搭配呢一堆的功能卡。功能卡方面，大木应该每一个卡组都会带的了。精灵球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是依赖着后备席上拥有的电系基础宝可梦，而精灵球就能直接从我们卡组里面拿出来基础宝可梦。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加上基本上每一套卡组都有的了，商药 X Speed 就是呢让你撤退能减少1个能量。如果你有抽喷火龙卡组的话，也可以放进 Sabrina， 那我是特意去抽的，因为这张卡实在非常好用。你只要出这一张召唤师卡的话，你的对手就一定要强制退出他场上的主动宝可梦，换一张在他后备席上的宝可梦上场。这种呢，就对于像宝石海星啊那种非常热门的也是速攻的卡组非常有效果。又或者是打超梦，沙奈佐在后面躲着，你直接用这张把它换出来，就有机会能把它的能源输出给解决掉了。而这里呢，这个是一个卡组的基础搭配。那我们看见有14张卡，那我们怎么填补它剩下的那些位置呢？我这里就先用一个实战来讲述一下为什么配那么多基础宝可梦和配多少是那么重要呢？而详细的呢，就会在这场对战之后，我也会在下面标上时间。这场对战呢，是我在活动已经赢了45场之后，匹配一些同样赢了45场的对手们。那能看见呢，我们2方呢都是皮卡丘的卡组的。我们看见第一回合大家抽到基础卡，一定会有1张基础卡在手上。但能看见呢，我手上已经有3张基础卡了，而对方只抽到1张皮卡丘 EX。正常来说呢，先手已经是这游戏最不利的情况了。但是皮卡丘的特性呢，因为它是视乎你后备席上的宝可梦数量，那就算它是后手，就是代表它先有2颗能量可以，但它没有足够的后备席宝可梦，它只能打我30。而同样的情况下，你能看见我这边已经布满了4个宝可梦了。那我就算比他晚1回合有能量，他打我30，我能立马回他90，除非他在后面抽卡能把自己的后备席抽满，要不是的话，我在伤害上是占优的。这个是一个运气成分的游戏了，那所以我们也要尽可能的把运气往自己身边这里拉。这也能看得出来，基础宝可梦的数量非常重要了，至少在需要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对于这种速攻卡组来说，节奏就是一切。所以在基础卡牌的数量和选择上呢，就直接影响到你这一个皮卡丘 EX 的卡组和别人的皮卡丘 EX 的卡组强度怎么分了。撇除一切不可控的运气成分，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搭建最好的皮卡丘卡组。主流有一个选择呢，就是带皮卡丘和 Lieutenant Surge 的。我个人是没有 Lieutenant Surge 这张卡了。这个带法有个好处，就是你有2张皮卡丘2张雷丘，而雷丘呢的作用就是能在用3颗能量稳定打出140的。虽然我们刚刚说过雷电鸟 EX 呢3颗能量最高上限能打到200，但当然它也有可能打出0，
50、100和150。虽然它上限很高，但它的稳定性也相对的没那么好。如果要对付像现在热门的超梦啊、火焰鸟啊、冰鸟啊、宝石海星啊，这些都拥有130以上的血量，就算是克属性，我们的皮卡丘 EX 90加20也只能打110。如果我们带了板木再加10，也只能打120。所以我们是没办法一下能 KO 掉刚刚我说的这些卡的。但是我们带了雷丘的话，它就是我们的紧急按钮了，只要它上场140，刚刚说的极冻鸟、火焰鸟、宝石海星、超梦要搭配板木了，就能一下给收掉了，是非常好用的一张紧急按钮。但因为我没有马志士，而且我觉得用的没有那么顺手，因为它是基础宝可梦嘛，那就有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抽了基础的皮卡丘，而不是皮卡丘 EX 或者雷电鸟 EX。基础皮卡丘上场，让我们直接有一个回合的劣势。我觉得在头几个回合上处理是没有那么顺畅。当然啦，如果起手的卡比较整齐的话，就是直接进来 EX 卡，皮卡丘后进，雷丘跟着进，在皮卡丘 EX 叠满2个能量，就把能量全叠给雷丘的话，那是一个基本上输不了的组合。我个人偏向呢是使用这个霹雳球和雷电球的组合。那我会带什么呢？我会带2张霹雳球、2张雷电球，再加2张板木。板木就是让你的攻击力加10，有时候就是差那么10的能量就能打死对方，而我觉得这个就刚好补齐了。这也是我用的最常用的一个卡组。这套卡组的组成我们能看看，就有1、2、3、4、5、6，而且我们有2个精灵球、2个大木，就基本上我们抽卡出来，除了第一个保证会有基础卡之外，我们之后每一个回合都有1/3或以上的机会能抽到基础宝可梦卡。最重要的就是拿到皮卡丘 EX 叠满我们的后备席，就是2颗霹雳球啊，或者是另外一只皮卡丘 EX 或者雷电鸟 EX， 反正把后面3个位置塞满，尽快能量叠给皮卡丘 EX，2颗能量就能打出90，是现有环境里面最强的2个速攻之一了。另外一个就是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的宝石海星了。那这套卡组就非常稳定，非常快速。而且为什么选择霹雳球而不选择其他基础宝可梦呢？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它的进化雷电球。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颗能量能打出70，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低能量打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撤退是不需要能量的。基础宝可梦抽到霹雳球，而我们皮卡丘 EX 卡手或者基础宝可梦不够4个的时候，直接把能量给雷电球，其实能打出更高的伤害。就是皮卡丘 EX 如果只有2张后备席的宝可梦，它也只能打出30乘以2，这是60的伤害。所以如果后备席不齐的话，其实雷电球是我们更好的一个打手。更重要的是呢，它撤退是不需要能量的。什么时候我们存好了皮卡丘的能量需求，我们就把它换上去，随时撤退。而就算我们皮卡丘可能带走了对方1个，也被对方带走了，它随时能再上场打出伤害，我们不用再额外给它能量，因为它没有消耗过任何能量去撤退。这也是为什么它是现有环境里面最好用的搭配皮卡丘 EX 的基础宝可梦了。而当然每个卡组呢都有一些备选，3合1池怪我是见的比较少的，皮卡丘我见的也挺多的在环境里面。而另外一个我见的最多的呢就是斑马。斑马好就好在呢，它进化也是用1颗能量，而且它有90的血。90的血呢，就比如刚刚出的拉普拉斯活动的那个拉普拉斯 EX， 它一下只能打80，除非它用板木。如果是雷电球的话，就会被人一下 KO 了，而斑马就能站住。而斑马只需要1颗能量就能打30伤害。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能攻击主动宝可梦和后备席上3个宝可梦的任何一只宝可梦，用来尾刀是非常完美的。就比如我们用皮卡丘 EX， 刚好打出了90的伤害，或者打出了110的伤害，对阵一个宝石海星了，因为我打的很多宝石海星，那它退回去换一只拉普拉斯 EX 或者是极冻鸟 EX 出来挡着，我们也可以把斑马换上去，直接打它后备席，让它失去下一个攻击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斑马和霹雳球是最常见的皮卡丘 EX 组合里面的基础卡了。而其他的这些就像电蜥蜴啊、电海胆啊，都有他们各自相对比较卡手的地方吧。就比如电蜥蜴，它进化呢需要2颗能量稳定的打40的伤害，而它上限能打80，比雷电球高。可是呢它就需要掷骰子，骰子是正面的话呢，它才能打到80，它撤退是需要1颗能量的，就没有雷电球那么有弹性。
而电海胆呢，虽然它2颗能量有可能能令对方麻痹，但它车头也是需要能量的，而且2颗能量才打30，只有70的血，相对来说不太符合我们这个速攻卡牌的需求了，而且也很看脸。当然还有这个电海曼，我是没有它的基础版，所以我用不了这张牌，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血量够高，1颗能量能打40，而且需要的话你还可以进化多一阶。但是我感觉这张也不太符合这个速攻体系了，因为它首先它需要2阶进化，就算你只带它头2阶，1颗能量打40，我还不如带斑马呢，因为斑马还有一个特殊条件嘛，它可以直接打对方后背席上的宝可梦，又或者还是带回霹雳球比较舒服。那我个人呢，暂时用起来手感最顺的就是霹雳球和雷电球。刚刚讲了基础的卡组搭配，那我们再讲讲我这一套。这一套就是我自己平时用的最多的。你会看见基础宝可梦的数量是维持不变，唯一的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把斑马带进来，因为我喜欢它尾刀的属性。虽然不一定常常用得上，但需要的时候有它在是非常的舒服。直接把它换上场，攻击对方后背的 EX 宝可梦，我就拿到需要的2分赢了。而唯一的牺牲就是我们拿掉了1张板木，因为其实根据我打了很多场，就对很多了，像克拉克拉呀、猴怪啊、怪力啊、快龙啊、宝石海星啊，各类的卡牌都打过了，基本上用得上板木的次数每一场也只有1次。当然了，减少了数量的话会令自己比较难抽到，但同样的换取了伤害的便利，因为我随时有一个1颗能量能打到对方后背席的宝可梦。那这里呢，我们会看一下另一场对战。这场对战呢，我们是对战克制我们属性的格斗系的。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一开始我们就被对方用红牌把牌全换回卡组里面了，但我们拿回来的卡基本上是3张基础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卡组搭配里面要让基础卡越容易取得越好。因为皮卡丘这个卡组最看重的呢，就是你的基础卡能不能及时到手，在皮卡丘有2颗能量的时候，能不能把后背席填满，让它打出90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卡组相比起其他的 EX 卡组呢，我们的输出或者血量是没有那么丰厚的，主打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抢先打出伤害，打出足够的伤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皮卡丘后面席上只有2个宝可梦的话，我就只能打60，那我们连对方的腕力都打不死。那如果打不死腕力的话，那对面的克拉克拉或者其他他可能会放的宝可梦就能有多1回合的时间去存能量了。一来一回，我们本来可能有利的战局也会变得不利。就像现在，我们本来在属性上已经不占优，而且对面还是克拉克拉。克拉克拉的特性就是能摘骰子，如果它是正面的话呢，就能打160的伤害。那我们这个卡组是没有一个能吃得下160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前期越快把它逼上场越好，把所有它放上去拖时间的宝可梦全都尽可能1回合解决掉。这是一个前中期卡组，所以不只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对大部分的主流卡组呢，就比如超梦啊、喷火龙啊，又或者是其他需要2阶进化的卡组，我们都是要必须在前中期取胜，就是打出越多伤害，拿到越多分数越好。像这个时候，就算他非常好运的扔出了2个正面，那我们已经手握2分了，他把我们皮卡丘 EX 带走，我们也只是2比2平，那我们有最后1分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的皮卡丘已经有1颗能量，下一回合就能攻击了。我手上还有一个精灵球，那就可以把这个后背席给填满。能看见它唯一有可能取胜的方法呢，就是扔出2个正面了。这个格拉格拉已经算是比较克制我们这个皮卡丘卡组的牌了，所以只要呢我们把卡组安排好，基础卡的数量够多，那支援卡的支援够全面，就比如我们有 Sabrina 有板木，跟着这个影片去把卡组塞满，就基本上已经手握一个版本里面数1数2的牌组了。那我们在看着对手扔出2个反面的同时，也想问问大家现在在用什么卡组呢？有觉得哪一些比较好玩吗？或者比较独特的吗？那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哦。我也会继续研究一下其他更多的卡组，分享给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加有趣的。那我现在就在看快龙和毒气双子的卡组，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喽。